开门！江家荣，开门！什么吉阳体质？我看就是你贪图江家荣华富贵。你知不知道，我已经怀上了凯泽的孩子？你害死凯泽，害我的孩子失去父亲，我要你偿命！我回来了，回到这一世的死结。婚礼当天，江家荣，京圈小公主，祖上靠摸金起家，犯了大忌。江家女人皆活不过25，唯一破解的方法是与吉阳体质的男人结婚。上一世，两弟秦凯泽偷穿我的戏服，想顶替我迎娶江家荣，被我赶到现场阻止。秦凯泽因此沦为笑柄，跳楼自杀。爸妈大骂我是祸害，和我断绝关系。而我救下的女人，却在秦凯泽忌日这天，将我活活烧死。既然你这么想演，秦晨，那是秦晨，他怎么在门口？那台上和江家小公主交换戒指的人是谁？混账！秦家这是什么意思？今天和嘉柔联姻的明明是秦晨，台上的又是哪个杂种？秦晨，你这个畜生，你跑哪儿去了？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我亲自来看看，是谁敢在我们江家头上动土！这不是秦家那个养子吗？秦家这是玩哪出？偷梁换柱？谁不知道，只有亲儿子秦晨才是吉阳体质，这养子顶替有什么用？凯泽，别怕，有我在。家荣，我混账！爸妈，我爱的人只有凯泽，除了他，我谁也不嫁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当然知道，你们口口声声说江家女人活不过25，那都是迷信。大姑、二姑，他们明明都活得好好的，这诅咒根本就是你们控制我的借口。你以为他们能活到现在是因为运气吗？那是他们每个人都嫁给了吉阳体质的男人，他们的命是靠男人续出来的。什么意思？嘉柔，妈妈没骗你，你三姑当年根本不是出车祸死的，她是到了25岁那天，身体莫名其妙开始自燃，活生生在医院化成了灰呀！还要怎样？你说什么？与其嫁给一个我不爱的血罐子，像行尸走肉一样活到100岁，我宁愿在最灿烂的时候死去。原来你也如此，难怪这一世你不仅没揭穿秦凯泽，反而主动配合。既然你想在烈火中永生，那我成全。秦晨，你还站着看戏？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娶嘉柔，是不是？让一个养子来糊弄我们，秦家真的好大的胆子！秦晨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？我知道你对家里安排的联姻不满意，可你就算再抗拒，也不能逼你弟弟替你结婚啊！江老爷、江夫人，实在对不住，这孩子从小在外面野惯了，心性不定，还不快点给江老爷和江夫人跪下赔礼道歉！上一世我急着上台理论，根本没给他们甩锅的机会。原来秦凯泽敢众目睽睽之下偷换人生，背后站着的是我的亲生父母。江家讲究老规矩，婚礼全程你必须戴着这副特制面具，不到洞房不准摘下来，听清楚了吗？这是为了压住你的吉阳火气，对嘉柔好，你可别出幺蛾子。才回秦家2年，果然抵不过他们养了20年的心头肉。叔叔，阿姨，我和嘉柔是真心相爱的。大哥他根本不喜欢嘉柔，强扭的瓜不甜。虽然我身份卑微，但我愿意替大哥入赘江家，余生当牛做马照顾嘉柔。替什么替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又不是吉阳体质，和你结婚只会害了嘉柔的命。再说你不过是秦家从乡下捡回来的野孩子，就你这种出身，也配想想我江家的女儿？你连给秦晨提鞋都不配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搞这种封建迷信？秦晨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那所谓的吉阳体质就是个骗局，肯定是你花钱买通了那个江湖骗子配合你演戏。就算你今天把婚礼闹翻天，我也绝不会嫁给你这种阴险小人。我的丈夫只能是凯泽。大哥，明明昨晚是你亲口说要成全我和嘉柔，让我替你结婚的，你现在反悔跑来闹事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
秦凯泽还有爸妈，既然你们说是我想逃婚，那能不能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昨天你们特意发消息，告诉我婚礼时间改到晚上？天哪，这不是明摆着把亲儿子支走，好让养子上位吗？早就听说秦家这对夫妇偏爱养子到了奸探的程度，看来传闻是真的。江家这棵大树谁不想攀？秦夫人为了宝贝养子，真是什么下作手段都使得出来。可怜秦晨流落在外20年，回来竟是爹不疼娘不爱。就是，你们别听这逆子胡说，什么偏心？分明是秦晨自己贪玩不想结婚，跪着求凯泽帮他应付江家的。凯泽这孩子纯善，不忍心看他哥被江老爷责罚，才舍身取义。嘉柔和凯泽本就两情相悦，这叫成人之美。成人之美，爸，您这剧本编得可真赶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不愿意娶？我今天出现在这里，不就是为了来跟江家小公主完婚的吗？秦晨，你还敢胡闹！逃婚毁约在前，拿假短信诬陷父母在后，现在居然还敢肖想嘉柔！嘉柔和凯泽的仪式已经办完了，京圈谁不知道他们是夫妻了？这里已经没你的事了，滚出去！仪式办完了又怎样？我不介意麻烦你，现在重新办一场，只要江小姐还愿意嫁我。这可是你说的，我们江家从始至终只认你这一个吉阳体质的女婿，这场荒唐的仪式不作数，作废。晚上我们重新包场办，这一次我亲自守门，绝对不会再出差错。江夫人，你不能走！我也不打算瞒着大家了。其实我们不让秦琛娶江小姐，是为了江家好。这孩子这些年一直流落在外，私生活极度混乱，整天和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女人厮混。前阵子带他去查底，大夫说他已经不能人道了。娶了嘉柔也是害了嘉柔啊！妈，您说的乱七八糟的女人，是照片里这些吗？我也很好奇，弟弟这些年一直住在家里，怎么会有时间陪这么多姐姐出入酒店？上一世，所有人都以为你是被我逼死的，可谁又知道是你自己私生活混乱，感染了绝症，又被那几个女人敲诈勒索到了绝路。为了保住秦家的颜面，我替你摆平了这一切。可你呢？嘉柔，原谅我的懦弱。如果秦晨没来破坏婚礼，我们一家3口会很幸福。希望下辈子还能遇见你和孩子。假的，这些全都是假的，是合成的，你们不要被他骗了。秦晨，你真狠毒！明明是你自己在外面厮混染了病，你为了毁掉我，竟然把照片里的脸换成我的，你这个骗子！撕吧，这里面有照片的原件、视频，还有那几位姐姐的亲口录音。既然弟弟说这些是我伪造的，那不如现场请几位专业的技术人员检查一遍，看看这照片里的脸到底是谁的。嘉柔，你别听他胡说，秦晨准备这些脏东西就是为了挑拨离间，我心里只有你一个，怎么可能去碰外面那些烂货？你肯定信我的，对不对？秦晨，收起你那套卑劣的手段吧。你以为毁了凯泽的名声，我就会答应嫁给你？那你真是大错特错。我就算出家为尼，也绝不会嫁给你这种阴险小人。秦夫人都说了，私生活混乱、身体有病的人是你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，滚出去！好，既然你们都说我有病，那简单。秦凯泽，你敢不敢现在就跟我去后台，请医生现场做个检查，看看到底是谁身体亏空，到底是谁不行？我凭什么听你的？这种私密检查简直是侮辱！医生，带他去检查。秦晨，你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，我今天就让你彻底死心，让全京圈看看你这副残破的身子。小姐，金琛先生身体非常健康，各方面指标甚至越于常人，完全没有任何不人道或者染病的迹象。秦凯泽，该轮到你了。我根本不用做检查，因为嘉柔已经怀了我的孩子，这难道还不能证明我行吗？什么？怀孕了？秦凯泽，
江家跟我秦家是7天前才定下的婚约，你现在说江小姐怀了你的孩子，难不成你们俩背地里早就勾结在一起了？爸妈，你们早说弟弟跟江小姐私定终身，珠胎暗潮了，我也不会答应这门联姻啊！这不是诚心让我当接盘侠吗？听见没？这秦家真是绝了，拿亲儿子当垫脚石，给养子铺路呢。可怜秦晨流落在外20年，刚回来就被这一家子当猴耍，换我也得闹个天翻地覆。凯泽，不是说前3个月不能说吗？江家柔，你给我住嘴！这个野种，你立马给我打掉！我和你爸绝不会认他。胡闹！你知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？没有秦晨的吉阳之气压着，你和这野种都活不过明天。家柔，妈求你了，你就听我们这一次吧，秦晨才是你的命啊！这是我和凯泽的孩子，孩子没了我也不活了。我已经和凯泽结完婚了，谁也别想拆散我们。你们不就是想借秦晨的身体消除诅咒吗？这还不简单？今晚我让他陪我过一夜不就行了？嘉柔，你疯了！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你怎么能和他过夜？凯泽，你想多了。我嫌他脏，当然不愿意被他碰。可他不是死缠烂打着要向我献身吗？我就当买个保险，让他给我续命，这是他的荣幸。江小姐，你还真是无耻的让我大开眼界。江夫人，江老爷，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婚礼你们继续，我就不打扰各位的天作之合。这份新婚贺礼，还请江小姐拿回去好好鉴赏，里面不仅有照片，还有你心上人更多的惊喜。再见。秦晨，今天要是敢走出这个大门，以后就永远别再回来。我们秦家没你这个不孝子！狼心狗肺的东西！早知道你回来是祸害你弟弟的，当初就不该把你从那穷乡僻壤接回来。秦晨，你以为甩2个 U 盘就能毁了我？嘉柔根本不会信你的，你这种烂在泥里的贱种，一辈子也别想翻身。秦晨，你真的好可怜啊！你的亲生父母只喜欢我，就连你的未婚妻也非我不嫁。你说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哦，对了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江家答应给你的那几千万嫁妆，还有市中心那6间商铺，嘉柔都已经一并签字转赠给我了。爸妈也说了，从今天起断你所有的生活费。你现在已经是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了。如果你跪下来求求我，或许我可以考虑赏你点生活费哦。嘉宁，我现在是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，心情。秦大少爷，别逗了，别说区区几千万的商铺，只要你想要，整个京圈半数的实业，我都能搬到你面前。你救了我的命，从那一刻起，我的人，我的钱都是你的。江小姐这么大手笔，不怕我把你吃的骨头都不剩？只要是你，我甘之如饴。秦晨，救救我！江小姐，新婚之夜，不好好陪你的凯子，给我打什么电话？求你，求你，只要你肯救我，要我做什么都行，救救我！嘉柔，嘉柔，你怎么了？你的皮肤为什么这么烫？医生！
救命！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，你立马来江家，立刻！你要去江家吗？去不去都无所谓了。江家这种老牌古族，虽然精通倒斗秘术，却始终算错了一件事：极阳体质，一生只能解一人之毒。你已经救了我，现在的你，就算去了江家，也救不了他。去，当然要去。江家现在肯定热闹极了，这种百年难遇的盛况，我不亲眼看看，怎么对得起死去的自己？我陪你一起。江家和江宁这一脉，江宁的父亲和江老爷可是亲兄弟。30年前，因为分家和摸金生意的分歧，两家早就老死不相往来，形同陌路。秦大少爷，别这么看着我。身为你的妻子，我当然有义务陪你一起。毕竟，我可不想在这个时候还有别的女人敢觊觎我的男人。秦晨，这些是我的全部家产，以此为聘，你愿不愿意跟我结婚？好，走吧，去江家。清晨，你总算来了，快进去救救嘉柔！只要你能救她，什么要求你随便提，股份、房产，甚至是江家下一任掌权人的位置，只要江家有的，我们一定答应你。江老爷，江小姐的身体器官没有任何病理上的衰竭迹象，但她的生命体征就是在莫名其妙的消失。脉搏跳动极缓，像是一节枯木。我们已经给江小姐服用了最顶级的强心药，但也仅仅是强撑，大概只能支撑3天。3天？我养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清晨呢？嘉柔不是说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吗？他人呢？清晨，你来了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，你肯定愿意救我。嘉柔，清晨来了，你有救了！清晨，你快陪陪他。只要你跟我过一晚，帮我解除诅咒，我就不会死了。清晨，以后我会补偿你的。怎么可能？是不是弄错了？不是说江家的诅咒都是传闻吗？不是说的是封建迷信吗？爸妈，你们可别上当被秦晨骗了，这肯定是他搞出来的鬼，他就是想利用这种手段逼嘉柔嫁给他。嘉柔，你别被他忽悠了，他肯定是拿了什么邪药害你。你还有脸说话？要不是你这个丧门星哄骗嘉柔，嘉柔会被你害成这样吗？白天的婚礼我们江家不认，反正你们也没有去民政局领证，这婚礼不过是一场闹剧。嘉柔，你说话呀！你告诉爸妈，是我哄骗你吗？明明是你自己说爱我，说不信那些封建迷信，全京圈有头有脸的人都参加了我们的婚礼。接着换，誓言说了，现在说不认就不认。你们把婚姻当儿戏，把我秦凯泽当什么了？
秦晨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答应你，只要你今晚救了我，等我身体好了，我就立马重新嫁给你。我会让你做江家真正的男主人。至于凯泽，一定不会打扰到我们。秦晨，你救救我好不好？江嘉柔，当着我的面说要和我的丈夫结婚，不太好。江宁，是你！江宁，那不是30年前被赶出去的江二老爷的独女吗？听说他现在在金川混得风生水起，手段很辣。江老爷一直视他为眼中钉，他怎么会来这儿？你来这里做什么？这里没你的位置，更没人欢迎你！给我滚出去！别这么大火气！我来这里当然是陪我的新婚丈夫，来看看他曾经的救命恩人家到底落魄成了什么样。什么意思？江宁，你说什么意思？秦晨，你居然，你已经结婚了吗？没错，在你们忙着给杨子办那场滑稽婚礼的时候，我和秦晨已经领了结婚证。我们现在可是受法律保护的合法夫妻，而且你们别忘了，我也姓江，只要是江家的血脉，谁不受到这诅咒的束缚？江宁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糊涂？你和嘉柔是姐妹啊！江宁，你听大妈说，你今年才24岁，你比嘉柔还小1岁，你还有整整1年的时间可以去寻找其他给养体质的男人。可是嘉柔不行了，她已经活不过这几天了。她是你的亲堂姐，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她死在你面前吗？江宁，开个价吧，只要你现在点头愿意和秦晨离婚，把他让给嘉柔，无论你开什么条件，金钱、地产，甚至是30年前分家时你父亲没拿走的那些古董秘方，大妈都会拼尽全力满足你。秦晨，你骗我的是不是？你既然愿意踏进江家的大门，就说明你心里还有我，你肯定能救我。只要你现在肯过来，只要你像以前那样抱抱我，诅咒一定会解开的。江嘉柔，我想你弄错了一件事。我今天来不是为了救你，而是为了送你最后一程。不是我不想救你，而是我已经救不了你了。放屁！你还没试过，怎么就知道救不了？只要你现在跟江宁离婚，只要你肯舍出那一身阳气，你和江宁已经发生了关系。大伯，您这话问的真有意思。今天是我和秦晨的新婚之夜，合法夫妻同房花烛，这有什么奇怪的吗？倒是江嘉柔，你身为秦侃泽的新婚妻子，却在自己的洞房花烛夜一遍又一遍打电话勾引我的老公，求他来救你的命，这又是什么意思？江大小姐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今天中午在婚礼现场，你可是当着全京圈权贵的面，义正辞严的宣称，为了嫁给真爱秦凯泽，就算明天就死也心甘情愿。怎么，这才过了不到12个小时，你的真爱就抵不过你的命了？现在这副摇尾乞怜的样子，又是做给谁看？你们这对贱人！嘉柔，完蛋了，彻底完蛋了！30年啊，我们犯
翻遍了祖籍，找了这么久才找到秦晨这一个寄养体质。现在这几天时间，让我们去哪里找第二个替死鬼？都是你，秦凯泽，是你这个丧门星毁了这一切，是你害死了我的女儿。都是你这个扫帚星，是你这个下贱的养子勾引佳柔，害得他错失了秦晨，你还我女儿的命来！妈，你冷静点，佳柔还没死呢，我现在就给秦家打电话，让我爸妈把京圈甚至全国最好的医学专家都请来。什么诅咒？肯定是秦晨编出来吓人的，一定能治好佳柔的病。其实江嘉柔也不是只能躺在这里等死了，除了秦晨，倒还有一个办法能续他的命。只是是什么？江宁，你这丫头既然知道法子，还不快说出来！只要你能救嘉柔，只要江家能度过这一关，你开什么条件，股权密保，甚至是当初你父亲被赶走时留下的那半份家业，我都还给你！求你快说！大伯，别急。江家祖上既然是靠摸金起家，那有些因果就得认。100年前，江家老祖宗在漠北破坏了燕国皇子的墓室，不仅盗走了陪葬的龙珠，还惊扰了皇子的法身。这诅咒就是从那时候种下的。想要续命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只要江嘉柔亲自跪在燕国皇子的遗体面前，诚心赎罪一整夜。虽然这解不了诅咒，但至少能止住目前的血脉反噬，保住他的命。这样你们才会有时间去寻找下一个给养体质的男人来娶她。我答应，我替嘉柔答应，只要能活命，别说跪1夜，跪1年我都肯。燕国皇子的遗体在哪儿？在哪里啊？我们现在立马就去，1分钟也不能等了。那具遗体30年前出土的时候就已经被秘密送到省博物馆封存了，现在那是国宝级的文物，让嘉柔去博物馆跪他一晚，这怎么弄？这肯定是江宁编出来的谎言，他就是想羞辱我，让我去给一个死了上百年的干尸下跪，还要跪一整晚。江宁，你是想让我死在博物馆里，好名正言顺的抢走江家的一切吧？我才不会上当，我死也不去。嘉柔，孙妈求你了，现在就别再闹小姐脾气了。咱们江宁服遍了名医，看透了玄学，除了相信江宁，咱们真的已经没路走了。江老爷，距离子时彻底合为诅咒还剩不到1个小时，再这么拖下去，别说跪一晚，就算是跪烂了膝盖，大罗金仙也难救。方法我已经大发慈悲告诉你们了，至于去不去，信不信，那是你们江家大房自己的命数。秦晨，你站住！你好狠的心！你明明知道只有你能救我，你明明知道我会死，可你还是娶了江宁，你还是眼睁睁看着我进那冷冰冰的墓室，你怎么敢？你怎么敢这么对我？江嘉柔，我再狠，也没有像你一样亲手放火烧死我的丈夫。你记得？你也记得那一夜的火？所以你是故意的，秦晨，你故意引诱凯泽换上西服，你故意在婚礼上迟到，你故意看着我一步步走进死局，你是在报复我，你在玩弄整个江家。报复？夏小姐言重，我只是成全了你的真爱而已。走了，秦先生。
秦晨，白天在婚礼上闹出那么大的丑闻，丢尽了秦家的脸，我们还没来得及找你算账，你倒好，大半夜居然敢跑到江家来和凯泽抢女人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当初我不该听你爷爷的话，你从那穷乡僻壤接回来。看看你现在这副流氓德行，哪里有一点豪门公子的模样？除了给秦家抹黑，哪一点比得上懂事听话的凯泽？秦晨，你怎么样？秦夫人，动手打我的丈夫，您是不是觉得我江宁是死人？当初是你们跪在祖宗牌位前，哭着求我答应和江家离，说只有我的命格能救秦家。结果你们背着我，偷偷让秦凯泽换上西服替我，在全京圈权贵面前把逃婚的脏水全泼在我身上。这2年，你们哪怕有1/1000的真心把我当过儿子？秦凯泽陷害我多少次？从偷换合同到故意落水，但凡你们愿意去调查一次，哪怕只是调个监控，你们都能认清那个杨子的真面目。可你们选了什么？你们选了闭上眼，帮着外人凌辱亲生骨肉。住口！你这个孽障，居然敢这么跟长辈说话！既然你们心里只认秦凯泽这一个儿子，那正好，从今天起，我秦晨和秦家彻底断绝关系。畜生！我看你是不打不长记性！秦晨，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既然你这么硬骨头，从这一秒起，我们秦家就当从来没有你这个儿子。滚！立刻滚出我们的视线！以后就算你在大街上饿死、冻死，也别想再踏秦家大门半步！求之不得。秦晨，要是心里难受，你就哭出来，不用在我面前强撑。你还有我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佳宁，我一点都不难受，相反，我是太开心了。小花，王馆长，对，我知道这不合规矩，但我求您了，就3个小时，天亮前我们一定撤走，绝对不会碰坏那尊法身一根毫发。对，定金已经打过去了，剩下的事儿江某人来承担。江老，这可是燕国皇子的法身，如果出了一丁点意外，谁都担待不起。记住，只有1晚，天亮前必须彻底清场。放心，王馆长，规矩我们懂。江老，快点吧，这里除了监控关不掉，其余的我都打点好了，天亮前必须带人走。凯泽，嘉柔现在这个样子，一个人待在这么阴森的地方，我不放心。你陪着她，一定要照顾好她，明白吗？妈，我知道了，我肯定守着嘉柔。燕国皇子在上，江家后辈嘉柔，待祖辈冒犯之罪，诚心求饶，求皇子恕罪，保我性命。凯泽，帮帮我，我口渴的厉害，帮我拿瓶水过来好不好？嘉柔，我今天为了你，
你的婚礼和这些破事已经够累的了。凯泽，我现在动不了，浑身都在疼，我只是想要口水。嘉柔，我太困了，你自己拿下水吧。你知道我睡觉不喜欢被打扰，你没事别喊我。凯泽，就一口。烦不烦啊？说了别吵我睡觉。这就是我拿命换来的真爱吗？这就是我费尽心机要厮守一生的男人。如果我没在婚礼上发疯，如果我没有非要嫁给秦凯泽，嘉柔，今天有你最爱喝的酸梅排骨粥，我特意加了生姜去腥。你吐得厉害，多少吃一点。秦晨，你以为做这些讨好我的卑贱事，我就能接受你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这辈子、下辈子都不可能爱上你这种心机深重的男人，滚出去！给狗吃，都比给你面子强。秦晨，把字签了。嘉柔，我是你的丈夫，江家需要继承人。丈夫？你不过是个续命的药引子。我告诉你，这辈子除了凯泽，没有任何男人配让我怀上孩子。你这种人，连拥有后代的资格都没有，签还是不签？秦晨，你在这装给谁看呢？不就是个小手术吗？医生说你大出血，我看你就是故意的，想用这种方式让大伯他们同情你。有本事，你就真的死在手术台上。江嘉柔，我已经帮你破除了江家的诅咒。既然你心里从来没有过我，那我们离婚吧。好聚好散，从此以后，我秦晨不再欠你。离婚？秦晨，你又想玩什么欲擒故纵的新花样？什么诅咒？不过是江家为了吓唬小贝编出来的传闻，你还真把自己当成我的救命恩人了。我告诉你，江家这道门，你想进的时候我让你当个药根子，但你想走，这京圈还没人能随便甩了我江家柔。你生是我的狗，死也是江家的鬼。嘉柔，开门！嘉柔，都是你！如果不是你非要纠缠我，凯泽怎么会死？你这种贱命，凭什么活在世上？请给凯泽陪葬吧！嘉柔，开门！嘉柔。
只是我。清晨，对不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再看我一眼，哪怕是恨我。清晨，我真的会疯了。江宁，嘉柔已经从博物馆回来了。怎么一夜赎罪，江大小姐还是没能断气？命是吊住了，但她状态很不好。你们过来一趟吧，确认一下那诅咒缓解的事儿。毕竟你是唯一的活口，只有你能看出来。既然好戏开场了，秦大少爷陪我收个尾。江老爷，江小姐的命暂时保住了，但那一夜跪在阴冷之地，寒气入骨，加之诅咒反噬，身体的损伤是不可逆的。江小姐今后的身体机能极度衰退，怕是很难再受孕了。至于肚子里那个刚刚成型的胎儿，目前胎气极度不稳，只能说听天由命了。这没关系，没关系的，嘉柔，一个孩子就够了。我们会找全世界最好的医生，用最贵的药，哪怕是拿人参吊着，也要保住你肚子里的这个。大伯，只要这孩子能生下来，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，都是我们江家唯一的继承人，谁也别想抢走嘉柔的东西。爸妈，你们就放100个心吧。我和嘉柔的孩子福大命大，他可是江家未来的希望，一定会平平安安出生的。你们2位就安心在家里等着抱孙子，高高兴兴当爷爷奶奶吧。孩子，这个孩子真的能保住我的命吗？秦凯泽，你这准爸爸当的倒是挺入戏。不过我很好奇，你真的确定能让江老爷和江夫人顺顺利利的当上爷爷奶奶吗？秦晨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不肯舍身救嘉柔，害她受了这么多苦，我们还没找你算账，你现在居然还敢在江家的地盘上明目张胆的诅咒嘉柔肚子里的孩子！秦晨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恨我抢了你的未婚妻，恨我得到了爸妈的宠爱，可嘉柔肚子里的孩子是无辜的血脉啊！你再怎么自私，再怎么恶毒，也不至于要和一个还没出世的孩子计较吧？江大小姐，看来你还没来得及拆开我送你的那份新婚大礼。那个银色 U 盘里藏着连你这种自诩聪明的人都意想不到的秘密。当然，如果你不在意被人当猴耍，大可以继续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在这个精心编织的谎言里当你的江家少奶奶。秦晨，你还有完没完了？那个 U 盘里肯定全是你为了上位，为了报复我而伪造污蔑的脏东西。爸妈，你们看看他，明明是他自己嫌弃嘉柔有诅咒，私底下跪着求我替他结婚，现在他倒好，攀上了江宁这颗高枝，居然转过头来反咬一口。你现在已经和秦家断绝了关系，背后没了靠山，你不过是个丧家之犬。如果你再敢对着嘉柔乱泼脏水，破坏我们的婚姻，信不信我只要动动手指，就能让你彻底滚出京市，让你连讨饭的地方都没有？秦凯泽，你动他一个试试，你可以试试看，到底是你能让他滚出京市，还是我江宁能让你们整个秦家在京市彻底出名？江宁，这个疯女人连大伯都敢正面刚，她要是真动起手来，秦家那点根基根本不够她塞牙缝的。
嘉柔，别听他们乱说。江宁现在已经被秦晨这个贱种迷了心窍，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爸妈，嘉柔现在身体这么虚弱，肚子里还有咱们的宝贝孙子，哪经得起他们这么闹？嘉柔，听我的，咱们把这些存心不良的人都赶出去，万一惊动了胎气，我会心疼死的。凯泽，你这么紧张做什么？既然你口口声声说秦晨送的是伪造的，污蔑你的脏东西，那我们不如现在就打开看看，里面到底藏了什么惊天动地的秘密。凯泽，去把秦晨昨天留在酒桌上的那个 U 盘拿出来。嘉柔，不是我不拿，那个 U 盘我昨晚一离开酒店，反手就给丢进垃圾桶了。那是秦晨这种烂人给的东西，我嫌脏，我怕那里面带了什么不干不净的病毒，冲撞了我们的婚礼。这种垃圾留在身边做什么？丢了。秦凯泽，你到底是觉得那东西脏才随手丢了，还是因为你太害怕里面的真相曝光，所以才忙不迭的趁没人发现偷偷给销毁了？嘉柔，我真的已经丢了，那种垃圾留着只会脏了咱们的手，你难道宁愿相信秦晨那个外人，也不愿意相信枕边人吗？凯泽，有一件事我忘了告诉你，昨晚在酒桌上，你确实当着众人的面把它扔进了垃圾桶，可惜你前脚刚走，我后脚就让助理把它捡了回来。虽然你昨晚回房后趁我昏睡，偷偷拿走并试图公式化销毁，但我早就找了顶级的技术人员，把它完全修复了。不，那是假的！嘉柔，你别看，那是秦晨合成的脏东西。秦凯泽，你都干了什么好事？畜生！你这个畜生！你居然把我的宝贝女儿当成你上位的玩物！江大小姐，看来你不仅被他骗了命，还被他骗了身。刚才医生说你已经怀孕4周了，可视频里显示4周前的那几天，秦凯泽正在京郊陪着那几位姐姐。按照这个怀孕周期精准推算，你肚子里的这个孩子绝不可能是秦凯泽的。你是不是疯了，秦凯泽？你居然敢给我下药！你居然让那些肮脏的男人碰我！你到底要把我毁成什么样才甘心？我就应该嫁给秦晨，是我瞎了眼，是你毁了我！秦凯泽，我要你去死！我要你全家都去死！你问我为什么？因为我生病了，因为我根本没法让你怀孕。可你要是不怀孕，江老爷子会让你这块心头肉嫁给我这个养子吗？不让你肚子揣个肿，你会死心塌地跟我联手踢走秦晨吗？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，谁让你当年放着好好的大小姐不当，非要来勾引我这个寄人篱下的养子？脏，太脏了！嘉柔，嘉柔！救人！快救人！医生！让一让，都让开！江夫人，你给我出来！有你们江家这么欺负人的吗？当初婚礼办得全京圈皆知，现在你们一句话就要退婚，还打伤了我们凯泽，你让我们秦家的脸往哪儿搁？让我们凯泽以后怎么在京圈立足？你们还有脸来要说法？秦凯泽对我女儿下的那些肮脏毒手，我还没算账。从今天起，江秦两家彻底绝交。你们对他做的那些畜生事儿，我一笔一笔都记着，跪地求饶。哼，你们就等着给秦凯泽收尸吧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啊。干什么呀这是？江夫人，你少在这装什么圣人！医生都说了，江嘉柔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怀孕了。也就我秦凯泽大度，我不嫌弃她是个残花败柳，我还愿意入赘你们江家，给江嘉柔当个名义上的丈夫。
我倒要看看，离了我秦凯泽，这京圈里还有哪个男人愿意娶一个不能生育、浑身沤臭的疯婆子？秦凯泽，你再大声说一遍！如果不是你当初甜言蜜语哄骗我不信诅咒，骗我说你是我的真命天子，我怎么可能会和你在一起？我就应该嫁给秦晨，他是我的合法丈夫，他是真正能救我的人。是我瞎了眼，是我着了你这个畜生的道，你把我害成这副鬼样子，没等我去找你算账，你竟然还敢带着这对老不死上门羞辱我！我告诉你，从今天起，你们秦家别想在京师立足，只要我江家柔还有一口气在，你们姓秦的一个都别想有好下场！给我打！打死这几个畜生！都快跑！凯泽，我是妈妈呀，你看看妈妈，大脑受到不可逆的重创，智力衰退到3岁。江家柔这个疯女人，她毁了我的儿子！告！倾家荡产也要告到她坐牢！江家想全身而退，做梦！曾经今天最令人艳羡的强强联姻，终究成了一场相互撕咬的野兽游戏。看到江宁手上的戒指了吗？那是永恒之泪，秦晨亲自拍下的。秦晨离了秦家，反而成了真正的爷。江宁眼光真毒啊！秦晨，我知道你曾跨过黑暗，见过最脏的人性，谢谢你愿意在最难的时候选择我。秦晨，从今以后，你有家，有我，我相信我们会永远幸福。以后，你就是我唯一的家。秦晨，7天了，江家柔在医院走了，走之前还留了一封给你的信。守灵的时候，他一直在念你的名字，说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就是在那场婚礼上松开了你的手，他求我一定要亲手交给你。所以呢，他留的信里有什么没敢说出口的真相？一个不重要的人而已。他毕竟因你而死。他不是因我而死，是死于自己的贪婪和愚蠢。江宁，这是江家名下最后的3处地产，还有那30%的隐藏股份。江宁，这些你必须拿着，江家已经没了一个家柔，这些资产绝不能落到外星人手里。秦晨那个畜生，他想吞掉江家最后的一根骨头。江宁，你姓江，你身上流着我们的血。现在的江家只剩个空壳了，这些资产早就名存实亡。空壳也是江家的，宁可毁在你手里，也绝不能让他改姓秦。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了。意料之中，在他们眼里，血缘是最后一道防线。你早就猜到他们会把产业转给我。只有给到你手里，江家那几笔烂账和高额债务才能合法的转嫁到你名下，而你，现在是我秦氏的人。你连我也算计进去了。
这不叫算计，这叫物尽其用。江宁，以后这京圈再无江家，而你是秦家最得力的执行官。他们要是知道他们拼命保住的东西，最后还是进了你的口袋，恐怕会当场气绝。秦总，秦先生和秦太太在楼下等了3个小时了。他们还没去机场，听说是想在走之前亲自见你一面。秦凯泽已经在救护车上挂着吊瓶等候了。让他们进来。阿晨，我们要带凯泽去国外了，那边的医疗条件好，或许还能保住他一条命。阿晨，这半年我们没有一天不再后悔，是我们老糊涂了，当初听信了凯泽的挑拨，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。这是秦家在国内所有的产业，包括房产、地皮，还有那16家子公司的全部股权。阿晨，这些原本就该是你的。你们不给秦凯泽留一点医疗费？阿晨，三妈求你别恨他了，是我们对不起你，让凯泽做了那么多伤害你的事。可凯泽毕竟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孩子，他现在已经成了废人，下半辈子只能在轮椅上过，我们不能不管他。这些东西我收下了。阿晨，你愿不愿意去楼下看一眼凯泽？他想跟你说声对不起。过了。阿强，送客。秦总，手续都办好了。江家散了，秦家远走。阿晨，你让江氏翻了整整3倍。嫁给你，我真是赚大了。江氏能翻身，是因为他现在的掌权人是你，而我是你的家属，自然要卖力一点。别贫嘴，其实我知道。这1年，你为了清理江家留下的那堆烂摊子，熬了多少个通宵？江宁，我会让你，还有我们的孩子，成为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阿晨，你看，那些坏人好像都消失了。不是消失了，是他们再也进不了我们的世界了。感同身受我的喜怒悲哀，每一次徘徊，每一次期待，多远距离你总能越过人海。谢谢你当初在那场荒谬的婚礼上许诺。傻瓜，是我要谢谢你，带我逃离了那个深渊。这孩子眉眼简直和你一模一样。你看，他笑起来还有2个浅浅的梨窝，这点也像我。秦念安，
阿晨，这名字有什么讲究吗？心念平安。我这辈子斗了大半生，看透了富贵繁华，只希望他能岁岁平安，不再受我们吃过的苦。秦总，恭喜弄狂之喜，这尊玉琴星是给小公子的。陈总客气，里面请。谁能想到，当年那场提婚婚，小声点儿！现在谁还敢提那个？那是秦夫人的逆鳞，也是秦总的雷区。你没看当初敢嚼舌根的那几家，现在在京村还有影子吗？秦夫人，哎，听说海外秦家那边彻底塌了。可不是吗？秦凯泽在国外治了大半年，一点起色没有。据说现在连吃饭拉尿都需要人喂，整个人跟瘫痪没什么区别。秦家父母为了治他，把最后那点家底都耗干了，现在住在贫民区附近的破公寓里。秦凯泽那个性格，清醒过来就砸东西咒骂父母，那场面。阿晨，我觉得现在像是在做梦。这不是梦，江宁，这就是我们的以后。念安，爸妈，今天不是说好去公司剪彩吗？怎么提前回来了？今天是你的18岁成人礼，剪裁哪有我儿子重要？念安，原本这些事儿我们想瞒你一辈子，但你成年了，你有权知道，你脚下踩着的这片江山是怎么从血水和泥泞里长出来的。那场荒诞的提婚婚礼，江夫人的耳光，江家柔带血的求救信，秦家父母绝情的背影。那时候江家想拿我当挡灾的药渣，秦家想拿我当弃子，你妈妈是那个在深渊里唯一伸手拦住我的人。爸妈，谢谢你，那些过去是你们的勋章，不是我的阴影，我会守好秦氏和江氏。这边的合作案签完了，顺路去看一眼。那边，去看一眼也好，有些因果，终究要亲眼看见才算了清。加柔，谁？加柔，可。念念，太像了，你和你爸年轻时简直一模一样。阿晨，是我们对不起他们父子，是我们老糊涂了。秦家妈妈，不必如此。谁？加柔，都过去了，钱我会让基金会一直打，你们养好身体，这里会一直给你们养老。看到他们这样，心里有没有觉得不公平？都是自己的选择。走吧，你妈还在家里等我们。今天我接手集团，只宣布3件事：第一，即刻关停所有高风险及灰色产业，绝不碰祖辈那样伤天害理的生意。秦江集团此后只做阳光下的买卖。第二，成立念安医疗基金，首批注入10亿，专门救助那些被家族偏见、命运诅咒困住的年轻人。第三，也是最后一件，我在此公开宣布，秦家、江家从此再无诅咒，再无恩怨，我们只守安稳，只传善意。
爸妈，公司的事儿我都理顺了，往后你们只管含饴弄孙，颐养天年。我的念念真的长大了。我爸妈曾告诉我，人生最好的结局不是权倾天下，也不是爱恨报复，而是有人爱，有事做，有所期待。今天我做到了。爷爷，这就是太爷爷住的地方吗？好漂亮呀！是啊，这里是太爷爷和太奶奶守着江家老根的地方。走吧，趁着春光正好，咱们去看看。你这种烂泥里的虫子！江家产业宁可毁掉，也绝不姓秦。妈，老宅那边的修缮款我每年都拨。那几个老街坊说，江家的名声在这一带现在混得极好。念念，你做得对，江家当年的债，咱们这一辈还清了，现在的福是你挣来的。江建国，你当年最怕江家落入外姓人手里，现在你看，江家的根还在，只是长出了更干净的枝叶。阿晨，想什么呢？在想，这一世值了。你看，念念的孩子们长得真好。是啊。爸妈，回家吃饭了。回家吃饭啦！